来吧，新到的一款玩具 AC 出的这套大隔板，这运输的时候，这快递被压了，盒子挤得有点扁。外包装上面是实物的照片，背后这里是一些噱头的展示，而且这一回的 KO 版的隔板，它会把之前第三方出的那个锤子的配件包也给你带在里边了，一起做出来。一张说明书，这个说明书的指示变形还算详细啊，因为官方的那个已经指示很详细了，照着那个复印就行了。但它只是单体隔板的变形，并没有配件包的指示说明。想象一下，曾经我们刚入 TFP 坑的时候，就不算主体啊，不算这个车，光买这一个锤子的配件包，差不多也得这个价格啊。专门给咱们直播间的朋友们的福利，155块包顺丰。因为我当时买的隔板是有力厂的，有力厂的隔板吧，当时它那个料子是特别容易出白痕。这一款我玩的手感摸起来那个料子跟有力当时那一版差不多，而且有力版当时有一个非常严重的通病，就是屁股会裂。隔板当时也分好几个版本啊，它有最早出的日版日出版，还有后来的美出版，还有后来的有力版。冠越版的屁股是不裂的，有力当时被人们称为魔厂。你想当时的玩家对于官方的品质要求有多高？ TFP 出版的这个隔板真的非常非常的棒，无论是人形的各个角度来看，甚至于它后背这一块的背包啊，它都填得严严实实，并没有太多空洞的地方。两个前轮也变成了小翅膀，也是非常符合当时动画片里边的一个设定的。可能唯一这个隔板稍微有点问题的就是就是这个膝盖的后边这里会有俩窟窿，手臂的内侧这里会露着两个空洞，没有盖板堵一下，也仅此而已。当时我想着，如果阿帕奇会出这个隔板的话，他会不会改一下模具啊，把这个小臂的窟窿首先给你挡起来，再一个隔板这个很萌很可爱的地包天脑袋啊，其实是有一些操作空间的。我当时在想，能不能把这个下巴壳子的这一块分个零件单独出来，就变成那种可动的隔板，可以张嘴的那种啊。所以这一回 AC 的这个隔板就是原模原 K， 并没有任何的改动了，原头雕就是这样，而且这个脸做的还不错。然后来说一下这回 AC 的这版隔板，我觉得有一点问题的地方，这几个关节啊不是很紧，胯部这里啊其实能感觉到有一个齿轮的存在啊，但不是太紧，支撑起来不如上面的那个重。我试着拧螺丝，然后就是这个脚尖和脚后跟这个地方也很松，倒是这个地方有螺丝紧一下，可能是出厂的时候工人上的螺丝没上那么紧。你看，其实还有很多的余量，会稍微的紧一些。所以呢，我手上的这个基本上就是大货版了吧。我们目前能发现到的这个问题就是脚尖、脚后跟这些零件稍微有点松。大货版可能到手以后，大家看一下手上有没有现在的情况吧，拧一下这两个螺丝可能就好一些了。而且料子方面，我觉得跟官方原版的那个厚度是差不多的，手感摸起来了也很像我当时的那个中山有力的版本啊。其实隔板这个角色呀，最早在 G1 里边就有它，就长这样，其实还有点像大力金刚的那种味道。所以呢，我们看它的变形的伪装状态啊，就是一个这样的军用卡车。那现在所谓的那个遗产线新设计的那个隔板，那这个军车的样子反而跟 G1 的那个味道做对了，只不过它的头雕做了一个 TFP 的感觉啊。真正让隔板大火起来的呢，其实是因为08动画新加入的这么一个角色。原先在做动画的时候啊，这个角色的名额准备是留给铁皮的，铁皮在电影里边死掉了，就不想把铁皮加入进去。当时的官方还是想着后来的剧场动画这些东西啊，会稍微的有那么一点点的联系，所以就把这个铁皮的角色给你咔嚓掉了，换人，
结果呢，翻箱倒柜找出来了隔板这么一个角色。隔板这个小胖子，其实大部分的元素还是源自于08动画，所以在 TFP 里边更多沿袭了08动画隔板的一种胖墩墩、很可爱、傻乎乎的这么一种感觉。那隔板的性格，其实我觉得跟 G1 动画里边的钢索还有一点像，憨憨的。他不是傻，他只是憨，老实人，而且很绿嘛，对吧？但后来呢，也有类似于致敬G1聪明钢索的那一集啊，隔板突然之间得到了智慧，而最后呢，也是把这些智慧又送了出去，挺有意思的一个角色。出版这个模具在设计的时候是非常有意思的，这个模具设计的非常棒，棒就是棒在这颗大肚子。隔板这个胖墩墩的形象啊，宽宽鼓鼓的这个肚子完全用真零件给你变了出来，这个是非常牛逼的，而且造型很可爱啊。其实这个隔板在 RID 时期还出过一个2版，那个2版的隔板就不叫个玩意儿了，变出来也是很敷衍，人形车型其实都没有这个出版的好看。动画里边其实更圆乎更胖的一种感觉，但基本上7、8成是有了，做的很棒很棒。甚至背后的这个小轮子翅膀都给你刻画出来，这个很牛逼了，非常不错。我当时非常喜欢这个模具，而且设定图里边很有意思，它这里边专门给你看了一下隔板的脑容量什么的，这个也是当时的一个玩的梗吧。然后这个地方啊，它专门设计了一个带弹簧的臂甲，也是为了让你炸开。但是很可惜啊，当时的模具可能也是成本限制吧，只能弹出来一点点啊。如果说按照当时的一个设定稿来看的话，这个臂甲变成武器的时候弹出来的话，会更加的张开、炸裂开的一种感觉。TFP 里边的这些角色设定，其实他们手臂里边都有一套武器系统，也是臂炮了什么的。但是这个隔板呢，玩具里边其实并没有实现出来。当时的玩具只带了一个这样的小锤子，但这个小锤子动画片里边是有登场的。好，我们把它摘掉。所以呢，这就是后来的第三方玩具公司给当时的 TFP 出版隔板设计的一套配件包了。它可以拼成这么一个大锤子，大锤子对于隔板来说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武器了。而且这个锤子还可以在车型的状态下搭载，当然你也可以把它拆分下来。它是这种模块化的设计，放在这个手臂翻转的洞洞里。所以这个东西如果在玩具上真正实现出来的话，那就是 MP 了呀，它也不会放在当时所谓的8家线玩具里边了。这个隔板就是个原大原 K 原模具的做出来的，这些接口都是通用的5毫米，插在这儿。臂炮旁边还会有这样的上下2个接头，左右一边卡一个，变成这个样子。比例方面，现在 TFP 能参考的，也就是我找到了下方的这个比例图啊，这个也是民有自制的，咱们就看个大概齐吧。因为这2个模具，其实说起来这2家都是 KO 的，但他们都是 KO 官方原大的一个数据。V 级别的擎天柱和 V 级别的隔板差不多差了1个脑袋的一个距离啊，擎天柱要比隔板高出来好多呀，隔板差不多脑袋底儿也就到这儿啊。但是这里边发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救护车。这个末日郎中啊，官方在当时 RID 他做了一个 D 级别，也就这么点儿。所以阿帕奇如果说后边要做末日郎中的话，必须得放大到 V 级别，起码得跟隔板一边高吧，它总不可能和大黄蜂一边高，这就更不合适了。当然这个变形说起来挺简单挺巧妙，但是呢毕竟是个老模具了，官方原版的咋变它就咋变，基本上没大差，只不过屁股后边多加了一根腰带。我们把这腰带卸下来，官方原版这里是没有腰带的，这是配件包带。而且这个隔板的设计是相当精彩的。我们把这2个先拉开，然后胳膊腾开空间，脑袋转转正，肚子这里这个大肚子包的圆鼓鼓的啊，非常的精彩的一种感觉。2个后轮先折下来，注意后方这里它是环环相扣的锁定扣子，把这里边肋下的2个拆开，肚子延展到前面去。然后我们先变后边吧，把这里的卡扣再拆开，
这里是一个双关节的，我们要先这样腾开一定的角度，让过这个大下巴壳子，把脑袋翻转一下。你看转到这里的时候会挡点边啊，记得再挪动一下。好的，让过去，尽量不要磨到漆。脑袋完全翻折进去，然后这个盖板呢再往上提，现在先不要闭合，提上来，把两个胳膊转到后方来，然后往里折90度，全心要冲外 ，V 字折叠，搁下来，这个时候就可以密合这一块了。就是说到当时，如果你买的是中山有力版本的话，车屁股的这一块会爆裂，就是密合不上，卡不住，变形成这个样子。然后我们通过一个这里的 Z 字关节，把刚才肚皮包的这一块整个的往后拉，前方这里打开这个卡扣，腾开一点空间，让这一块过来。这一块过来的时候也要注意啊，它插这个后边的板子的时候是有一个缝隙的，看到这里有一个缝隙，然后带有银色涂装的这个缝隙插到轮子下方这里，跟这儿插进来。另外一边也是，肩膀边到位，这里斜插下来，然后两个大臂贴合好。最后再拉双关节翻下来，把这里的卡扣再锁上。好了，车屁股的后半个就变完了。其实这就说起来，为什么这块屁股会爆开？因为这两个手臂外侧的装甲里边是有弹簧的，会往开顶一下。而上边这里如果锁的稍微差一点的话，当时的有力版不会有现在的这个密合状况。然后肚皮，刚才我们翻起来的这两个小车灯这个地方旋转一下。他当时做这个胸口的时候很聪明啊，他用了这种堆叠，然后把这个车灯斜着这么立起来，透过这个透明的玻璃车窗能看到里边的这个车灯，这个透视的零件非常的漂亮。把这块弄过来，然后肚脐这个地方打开卡扣，中间这里有一个锁钩，翻开，这片整个的立起来，上方这里的这个保险杠也是旋转的，它是锁在这儿的，折动一下，我们跟这里完全的贴合，卡在一起，车前边的这半个就出来了。接着脚丫子、前脚掌、后脚跟缩到一起，通过这个地方有一个齿轮关节，膝盖是齿轮的，我们把它折叠起来，收纳好，然后要打开腿部，绕到这个肚脐的零件上边去，跟这样绕一下，绕上来以后，中间的卡扣再结合，把肚脐零件卡在了双腿下方的这个凹槽里。好，变到这里，最后一步滑道，往上推，这里的卡扣再闭合一下。这里的卡扣全部捏正，这个地方后轮这里还有一个黑色的卡扣，不要忘了，跟胳膊还有连接。那好，原版的这辆车其实现在就变完了，但是呢，当时我们说到有力的这个炸屁股的问题啊，所以这个配件包公司想象到了，他把这个后保险杠给你加了一圈，在人行状态下可以当做后腰带，装饰美型。车型的时候跟这么一夹，这屁股就不会爆开了，掐死了。所以这个配件包当时很有必要，很多人当时会买这套配件包，一个是有了锤子的隔板会帅气，再一个大家也都受不了有力版的那个车屁股爆裂啊。而这个时候你背后这里还有一个卡扣，原先的版本是搭载这个锤子的，现在呢你可以把这些锤子的武器都插成这个飞行加速背包吧，哎，可以插在这里。
对比一下车型，其实这辆车的还原度也是非常高的呀。三视图各种各样旋转来看的话，基本上和动画片里边非常接近了，已经很棒了。一个出版的玩具，它只是一个微级别的玩具，能做到如此高的还原度，对于我这个 TFP 的老迷友来说，曾经也是非常震惊的。验完了形的手感什么的，我觉得跟官方原版的差不多，而且模具的精度也挺高的。涂装的部分，我唯一觉得有点可惜的是啥？车的轮毂没有上漆，当时我就很在意这一块啊。官方原版的时候，无论是日版还是美版，轮毂都是没有上的。如果说后来的 KO 版能把这个地方的涂装增加一下的话，那这个隔板会更加的漂亮。但是可惜，这个就相当于什么？原模原 K， 它原来涂装什么样，现在就什么样，基本上是个复制下来的。料子说起来啊，这个手感也还行，我觉得摸起来跟当时的有力那个版本差不多，但是也能感觉到在一些插轴的地方会有白痕的出现，变形的时候还是注意一点点吧。但是加上配件包以后呢，这个效果其实也不错。只不过现在 KO 版出来了，我相信正版的那个二手市场的价格也可以回温一点点。想买正版的玩家们现在也是一个下手的好时机。当然，如果你不在乎版权的话，这个隔板也是突出一个性价比吧。这带着配件包，曾经第三方市场买一套这个第三方的配件包也得100多块钱啊。所以呢，155块，咱们直播间的羊毛价格，找老马，有问题找老马就可以了。非常棒的一个底子，模具本身的设计就很好，这一回呢又是带着配件包 K 出来的，